这幅高 3.8 米、宽 6.5 米的巨幅油画放置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馆最显目的地方。如果靠得太近看画家的技法，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是出生在德国的美国画家伊曼纽尔·诺伊茨的作品。1825年，9岁的诺伊茨随父母从德国移民美国，并在费城定居。14岁的时候就给人画肖像画赚钱，并得到了在费城的专业画家指导。1840年，24岁的诺伊茨回到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不过因为不喜欢学院派的氛围，只在学院学习了1年就开始在各处游历，并创作了6幅关于哥伦布的油画，得到欧洲艺术界的肯定。诺伊茨在德国居住了19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杜塞尔多夫，是当地的艺术协会主席。在德国期间，他还为当时到德国旅行和留学的美国人提供帮助。1848年，欧洲各地陆续爆发了革命，诺伊茨为了表达对自由派革命者的支持，构思了以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为主题的这幅画。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当年华盛顿军队渡河的地方，这条河也是宾州和新泽西的分界线。事情发生在1776年12月的严冬，离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已经有1年08个月。这期间，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被英军一次次打败，从放弃波士顿推到纽约，再一路推败到新泽西和宾州。因为天寒地冻，英军不愿意在冬季打仗，决定在新泽西休整，不渡过特拉华河。英军的最高指挥官甚至在回英国过冬的路上。他们非常肯定大陆军熬不过这个冬天。大陆军当时从最初的28000人已经减员到不足3000人。华盛顿和其他将领认为急需一次重新唤起士气的胜利，决定利用英军的松懈渡过这条河，趁夜突袭河对岸新泽西特伦顿驻扎的一队1400人的德国黑森雇佣军。12月25日，圣诞之夜，华盛顿带领约2400名大陆军开始渡河。渡河的船只是运送矿石和货物的散装货船，吃水险，载重大。另外，大陆军中还有很多有经验的水手，这样不但士兵过河，还将18门大炮和马匹也载过了河。有士兵后来回忆，那天晚上刮着大风，下着雪，计划的时间一再被推迟。半夜渡过河时，部队已经非常疲惫。幸运的是，敌人没有发现大陆军的行动，甚至事前还有人给黑森军送过渡河偷袭的情报。渡过河后，大陆军又在接兵的路上行军了4小时，赶到了特伦顿，发起了奇袭。黑森军的指挥官在交战中受重伤，反攻多次也没有取得成功，最终投降。大陆军以伤亡7人的微小代价俘虏了近1000的黑森士兵。这一战大大提升了大陆军的士气，让主张独立的人看到了希望，对美国独立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渡河地点已经成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每年当地的人还要打扮成200多年前的样子，复盘渡河的场景。诺伊茨正是选择这样的大背景，加上渡河戏剧性的场面进行创作。他先后画了3幅同一主题的油画。1850年完成第1幅，后来工作室发生火灾，油画受损，修复后被不来梅艺术馆收藏。1942年二战期间在盟军空袭中炸毁。第2幅就是现在看到这幅，1851年10月运到纽约做展览，当时有5万人前往购票参观，票价是25美分。展览后，当时的富商马歇尔·罗伯茨以1万美元买下，放置在自己第5大道的豪宅中。罗伯茨从航运起家，后来又投资铁路。1897年1月，罗伯茨家族
将这幅画拿来拍卖。在拍卖会上，约翰·肯尼迪以$16,000买下，并当场捐赠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至今。肯尼迪和后来的总统家族没有关系，是位金融投资家，没有孩子。去世后，将$3000万的遗产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长老会和大都会博物馆。诺维茨画的第3个版本比这幅要小，曾展示在白宫的接待厅，现在陈列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博物馆中。画中的华盛顿屹立船头，他的专注和意志鼓舞着渡河的队伍。其实他当时非常着急，据华盛顿后来回忆录讲，本来大陆军分3个地方渡河，因为天气，其他2个地方的士兵都没有过河，只有他自己带领的一队人成功，但是也比计划晚了很多，如果被发现，随时有撤退的可能。画中的战士没有统一的军服，说明当时大陆军物资的缺乏和战士来自各行各业。奋力划桨的战士中有位非裔，人们会问他是自由人还是位奴隶。人们还指出了画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比如画中的国旗当时还没有确定是星条旗，确定星条旗是美国国旗是1年多以后的事了。另外，划船的站着不利于船的重心稳定，画中的船体也过小，不可能装载大炮和战马。为了画中的启明星，渡河的时间也从现实中的夜晚改到了画中的凌晨。不过，所有这些不准确都没有让人质疑作品的感染力和象征美国人民不畏挫折的精神。这幅画也是被重印次数最多的图像之一，属于一个国家的象征。就像法国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中国董希文的开国大典。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美国艺术300年的展览。3联生活周刊报道中一段文字应该是理解这类作品很好的点评。在美国立国初期，艺术为求生存，必须证明是有用、有益，而且与民主相容的。人们认识到，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人群构成中，艺术是培育统一意识和责任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集体历史、英雄主义、国家象征的描绘，艺术有助于创造出生动、难忘的国家认同感。不难看出，这一指导思想在今天仍在好莱坞大片中运用。这些作品让美国人得以在对自身及家园的自我认知中团结起来，对于美国在其多元化的族群之间培养国家意识大有助益。